很多人对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都不太了解，而说到它的前身 MQ-9死神无人机，就是再熟悉不过了。美军曾出动死神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过多次斩首行动，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20年1月3号，美军派出死神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向伊朗革命卫队精锐圣城军最高指挥官苏莱曼尼射出刀版地狱火导弹，将苏莱曼尼直接炸死。MQ-9B 则是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有限公司根据一些北约盟友的需求，在死神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本质是一个模块化的无人机系统，采用开放式体系架构，可以快速改装，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较少的人力应对各类威胁。相较于 MQ-9，MQ-9B 的气动外形进行了优化，全长是1.7米，它的翼展加长至24米，并加装了翼梢小翼。最大航速389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11000公里以上，并可在12000米高空持续飞行40小时以上。航程远、留空时间长，意味着可以在任务区域上空执行更多的任务。因此 ，MQ-9B 有2种型号，一种是察打一体型，叫空中卫士，具备侦察和攻击能力；另一种则是日本要部署的侦察型海上卫士，只具有侦察能力。海上卫士上面有大量的侦察和数据传输设备，装有光电吊舱、多功能全景海面监视雷达、电子监视措施系统、C 波段无线电通信、KU 波段卫星通信、敌我识别应答器、嵌入式加密系统、密钥加载器等。从日本本土起飞，就能够对钓鱼岛周边海域、对中国海军舰艇、海警船等进行长时大范围的侦察。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卖给日本以外，美国还出售了4架海上卫士给台湾地区，就不难看出美国的不良居心了。美国近年来不断在推动强化美日美台情报合作，甚至要建立所谓3方情报共享机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要求日本和台湾地区无条件地将获取到的解放军情报分享给美军。这就跟日本部署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台湾地区部署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铺路爪雷达获得的数据都直接传递给美军是一样的。因此，美国真正用意无非就是让日台的海上卫士无人机成为它监视西太地区新的空中之眼。此外，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有限公司此前还在海上卫士进行了挂载声纳浮标分配器吊舱测试，宣称其未来可以在分布式反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排除美国以后也会向日台出售这一吊舱，将其纳入美军反潜体系中。当然，我们要了解海上卫士部署周边带来的影响，也不用太把它当一回事。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速度慢、机动性差、缺乏自卫能力。平常还能到海上溜溜弯，如果是战时出去，在对手的战斗机面前就是活靶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架海上卫士无人机虽然隶属海保厅，却将驻扎在海上自卫队的八户航空基地，充分说明它未来执行的任务绝非侦察那么简单。首先呢，它这个基地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海上自卫队基地，那么它是日本现在海上自卫队 P3远程巡逻机的主要基地。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基地和日美共用的三泽基地很近。就是美国的军用飞机呢，经常会降落在这个八户基地。那么日本方面现在装备海上卫士，主要还是看到了海上卫士未来在反潜方面的这种很大的潜力，因此他要在 P3， 就日本现在最主要的海上反潜机的基地去部署 MQ-9，以方便 MQ-9未来跟 P3 这样的飞机呢